我是1959年生于北京，我的最终学历是硕士研究生。2019年，我呢60岁，我从30岁开始至今做个展10几个，联展10几个，动画艺术短片5部。我90年代的绘画，从形式上看和内容信息量都是比较大。我通过自己的思考，将它进行整合呀、浓缩、重新组织、再构图，所以使整个的画面呢，内容信息量在比较大的情况下，依旧是在一个统一的画面当中。也体现了自己当时一种原发的动力。我在1999年开始做动画艺术短片，因为我个人认为动画呢是一个非常有效的综合的视听的这样的一个艺术载体，它能够更好的承载我所要表达的内心世界。所以呢，我就以铅笔手绘，经过电脑的后期完成，一共做了大概5部艺术短片。风格上呢来讲呢，个人化是比较强的，主要是体现了自己对当下生活还有当下的社会自己的看法和想法，尤其是从内容的这个题材的选择上，都是从这方面出发。在做动画的同时，2007年的时候呢，我也一边开始在做平面绘画。平面绘画呢，我常常使用我动画片当中一个叫红姐的女孩子，还有包括有一个是自己的那么一个替身，以他们呢进入平面绘画。他们这2个呢，都作为一个符号，承载我所思所想，去表达我所要说的一些内容也好，问题也好，都是通过这个2个形象，将它置在某一个环境当中，让它去把我思考的一切呢，通过这2个形象呢，去体现出来。2010年，我应纽约一家画廊的邀请，在那里举办个展。同时呢，我也有幸呢，第一次到达了纽约。纽约这个城市，在我没去之前呢，我对它也有了解。2战之后呢，它是一个文化制高点。这座城市，当我亲自目睹的时候，它是给了我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震撼和冲击力。回想自己所成长的这个北京城，它的变化、拆迁呐、等等等，在关照纽约这座城市，使我产生了很多的这个想法。于是呢，我就有了一种创作的冲动。比如说，在一个城市的表达当中，它的这个新旧混搭在一起，
就是在保护传统文化上和新的建筑上，纽约的这个城市令我非常感动。人造世界它非常能感动我，也能够震撼我。但是我忽然发现，我身边自己原来不怎么关注的就是身边的山山水水啊，或者一条小径啊，都是非常非常感人的。就在这一时期2017年左右，我呢就开始画动物啊、植物啊、山啊、水啊，这些也是一个表面看是自然环境，但是也是承载着我一贯的所诉求的、想表达的内心世界的那种感受。